搞你啊！我当然是搞你了，我早就搞过你了。经理，我要举报白志文假控祭司打击报复，还有发票不给我报销，他追求我不成，这是人害手段，把公司给他电脑亲自砸了，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，诬陷我朋友，他还报警，结果闹到了派出所。没事，怎么做？他被光导电视拍出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跟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。闭嘴！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调查。我还知道，他串通底下的工厂，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。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香饭店的一张，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，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，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抽你呢！别拉我！你干什么？这经理，他疯了，他跟这儿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经理，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绝对没有骗大家。经理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他为了报假发票，他跟我睡觉，让我在公司庇护他。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！你放屁！我才没有呢！查电脑、查账，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我也绝对不会帮我一个蛀虫。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是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别哭了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别哭了，公安部已经去查账了，消息一会儿就到。别哭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。不过说真的呀，女孩子呀，还是别跟这种人闹。你看，给泼一身脏水，惹得一身流言蜚语，以后啊，一辈子都洗不清。对呀，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你还是忍忍吧。像那种臭男人，早晚会有人对付他。我自己就能对付他，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？我才不管他呢。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金还在报销单上呢，让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。行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，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。我好了，知道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不用管我，我想自己清一清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静静，我们先去弄报销单。别哭了，你这男人。走啦。该调整的部分我都标注完了，你按照我的标注，帮我再修改一下，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。好的。资料复印好放我桌子上。嗯，好。拜拜，拜拜。喂，安妮姐，小关，我这边准备下班了，要我去接你吗？不用了，安迪姐，我今天可能加班。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莹莹，我有点担心她。邱莹莹。OK， 我知道了。拜拜。我这边准备下班了，小关说他还需要加班，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？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，我准时下班。你怎么了？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。不过我也闹回去了。好吧，我15分钟到，你等我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拜拜。
喂，你好，邱莹莹吗？这里是人事部。人事部。关于白主管的事情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邱莹莹，你给我等着。等着就等着，不怕你。小邱啊，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，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。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，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。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，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。可是我是举报者呀，我没有贪污啊，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？停几天呢？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公司啊能赞赏你的检举。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，一切水落石出，公司会酌情补偿。行，反正我问心无愧，我相信公司。安迪姐，嗨，所以在那之后，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，暂停了你的工作，还没收了你的门卡。安迪姐，你说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举报了白主管，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？我也刚回国内，国内这些人事我也不是很清楚，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，她是资深 HR，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。南临大望街，北临桥北路，地理位置方便，面积又宽敞，最合适做办公室。可是你这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还得自己打隔断，哦，这些东西还得拆，这1个月10万也太贵了吧？那您觉得？不好意思啊。喂，樊姐，我莹莹，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现在想问你。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，好吗？行，好，那行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那行吧，樊小姐，您要是不满意，我再带您看下一套。好。安迪，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，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？你说什么都行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。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，我能给你的也只是一些不专业的意见。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，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安迪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，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，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。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？不一样，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，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，肯定自己出面。肯定你平时啊做事丢三落四的，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，故意给你设的局，让你被你上司骂。我一想还真是的，我之前跟他抱怨过，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。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，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。关关，哎呀，关关，累死我了，快借个肩膀靠一靠。你怎么也这么晚啊？又加班啊？你呢？我帮老同学看房子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房价高得离谱，别说是买房子了，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。上海居大不易啊。哎，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？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。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。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，等公司
他们商量好以后，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。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，我真是小瞧他了。这事儿啊，比想象中的大。哎，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。哦，他就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酒馆这种行为，但是呢，先停止我的工作，让我回家待命，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，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哦，安迪还问我说，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？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，让你作为参考。樊姐，安迪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？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。一般情况，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，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，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对你不利啊。瑶瑶，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？那你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。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？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，真要到紧要关头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？参考什么？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，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。对不对啊？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，打压到你急躁为止。这样你会怎么办呀？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。只要你去了，你就占了下风。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，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？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，笨蛋！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。莹莹，你千万不能理他。我理他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。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。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，他说了好多下流话，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，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我把他一锅端了，什么他砸电脑，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，我全给他说出去了。那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，我估计现在他们还……邱莹莹，你是不是笨呢？啊？哎呦，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，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，你怎么就抓不住呢？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告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，你信不信？他立马投降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？这里面装的什么呀？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？我现在回味出来了，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？他似乎给了我答案，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。我怎么办呀，樊姐？我帮不了你。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，正在解决呢，超乎想象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哎，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，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？叫上他们，到我这儿来吧。好啊。一般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。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。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，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。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。安迪，你这个背带真好看。你心真是够大的。唉，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？你窝赃包庇啊！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，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，你会一直包庇下去。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，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。你只要惹麻烦了，一定会放弃你。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，没人纯洁。所以，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。小邱，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。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，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，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，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，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，
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，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。江湖规矩第2条，屁股不干净的人呢，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。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揭白渣男的短，你经理还敢用你吗？啊，他只要不想用你，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，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还会起诉你。什么起诉我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，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？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，可有可无啊。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如果他们集体挽留，也没用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、无足轻重的人，太悲哀了。没关系，安迪和樊胜美两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。职场如同江湖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不懂规矩的人亦无法在江湖立足。邱莹莹初涉江湖，不懂游戏规则，横冲直撞，当众揭短，人人自危，只能被 out 出局。有的时候，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。早，还没睡醒啊？晚了没这几个小时。今天交接客户了，英文单词背熟了没有？没，不过我有背英文的力气。哎，如果你需要人手，202的小秋刚失业，小关失业我还可以考虑，小秋真心不敢用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要是坏了我事儿怎么办呀？你公司家大业大，留个职位总是有的吧？我们那儿啊，我们那儿只需要2种女人，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。那我呢？花瓶怎么能跟狐狸金比啊？当然可以。你是花瓶加铁娘子。我失恋，又失去工作，我失恋了，我工作也没了。樊姐，我同情你啊！你们起得这么早啊？我睡不着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之前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。前辈的血泪教训，你是应该听一听。你今天干什么呀？去不去找工作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了。樊姐，我怎么办呀？我昨天不是跟你分析的很透彻了吗？啊，我说的句句实话，你得为今后在公司的处境考虑。你说你昨天那么大闹一场啊，这底子都被人给扒出来了，以后万一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就得拿这事儿出来呲儿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我当初为了找这份工作，我撞了好多墙才找到的。如果这份工作我没有了，那我得重新去找工作，那实在太难了。有什么难的呀？啊，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想想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。放心，姐在呢啊，姐回来跟你一块参谋参谋。乖。吴秘书，哎，你快去把那个礼物准备好。好。徐总，爸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怎么连会议室也不让来了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说好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的啊，我都拼死拼活好几个星期了。你要是这时候插手的话，我真不理你哦。好，爸爸不插嘴。你们开会的时候啊，我坐在旁边看着，以示重视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啊，好。爸爸保证不说话，一切全靠自己反应。真的？爸爸向你保证。那也看。樊姐，樊姐，樊姐，快烦死你姐了。不是樊姐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，乖。
关，我失恋，我又失去了工作。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，宝贝。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找工作，我没有钱，就得向爸妈伸手，他们又得埋怨我。我这季度的物业费都没交呢，我怎么办呀？我干脆跳楼算了。秋莹，你可千万不能跳楼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能找到工作的。你现在跟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你有工作经验了。对啊对啊，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来几个大学生来面试，穿得跟 cosplay 似的。我们同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围观，我总比他们强是吧？是呀，这说不定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因祸得福呢。可是我眼前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没有钱交物业费，也没有钱吃饭。小关，哎，来了。莹莹，我这先走了，你也别多想。这你吃饭的钱呢，就包在我身上。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到时候我给你带。关，关也不理我了。我失恋，我又失业。今天你怎么没下来跑步啊？我昨天看莹莹不太高兴，我就没敢说。我们高中这周5要组织一个同学聚会，说只要是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都会参加。然后他们就把我拉到了一个同学会的群里面，里面有特别多的人。然后我就想看看大家都聊什么呢，聊得那么高兴。然后我就翻那个聊天记录，我翻着我就睡吧。哎，樊小妹之前教过我一个俚语，没事开个同学会，拆散一对是一对，是这样吗？那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我没有啊，我妈说了，这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让我谈恋爱。安迪姐，你参加过同学会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跳了几级，所有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，他们不爱跟我玩。跳级？安妮姐，你跳过级啊？我们高中有一个林师兄，他小学的时候也跳过1级，我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。安妮姐，你都跳过几级啊？我 Year 3、Year 5，还有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都有跳过。不行，安妮姐，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，真的，什么林师兄跟你一比都不算什么，你才是超级无敌学霸。喂，李子。哎，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啊，除了白主管今天没来上班，其他跟平常一样。哦，那个经理有没有提到我呀？没有啊。哎，不是，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没什么，公司说，要调查白主管，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休息几天了。没事，你就好好玩吧。我估计着，是公司看你检举有功，特意让你休息2天。再说了，贪污的是白主管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，是吧？那可不，要不然还能怎么样？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李子啊。这样，等我回公司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好嘞，行，我先忙了啊。行，拜了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邱莹莹。我是人事部，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。经过调查核实，我们认为白主管和你都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所以从今天起啊，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可是我举报了白主管呀。考虑到你检举揭发白主管的行为，公司会支付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至于你留在公司的物品，我们会帮你清理好，你可以随时过来取。
好，谢谢师傅。修好了啊，谢谢师傅。来，老邱，电话。哎。嘿嘿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啊？爸，我被解雇了。怎么了？你做错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错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别哭，宝贝儿，你慢慢说，别着急啊。我女儿啊，确实辛苦了。这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，又是注册公司，又是跑工商税务，还能把 GI 项目弄懂吃透，哎呦，真不容易啊！你是没看到咱们女儿啊？大小姐，幸福宴的角儿都约好了，什么时候来？那口才，那手段，一看就是我曲艺大同的女儿。你女儿要是没有我的基因，能有这么聪明吗？行的不说，在我爸妈家，一会儿就来，等着。你说他接管这公司有多长时间？我看连咱们潇潇一半都不如。哎呀，这不能这么比，是吧？这个莲姐这边不一样，这不是？怎么就不能比？啊，就你儿子宝贝，别人还说不得。哎呀，不是老师，你怎么老是针对他呀？莲姐是莲姐，潇潇是潇潇。爸，都在这儿呢。别喝酒了。哎呀，你这也是当老总的人了，你就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学一学啊？把自己老头子稍微好样来点儿。我这不晚上出去应酬嘛，都是公司的事儿，忙前忙后，忙死忙活的。再说了，这些人际关系人脉，不都得这么维持着吗？爸，那个还有个事儿，哎呀，那个姐别款给我。又要借什么款？啊？你天天的喝，那公司怎么办啊？公司有王副总，能出什么乱子？这不是出不出乱子的事儿。莲姐啊，不是爸爸说的，你好好的跟你妹妹学，把心思都用在公司上，别老和几个酒肉朋友混在一起。行，不借就不借呗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爸妈，我也吃饱了，还有工作没做完，先走了啊。不是你，哎呦，你的粥还没喝完呢，不喝了。你看你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看潇潇干得好，故意来找茬的？我们大家都去。你少说两句吧。哟，挺厉害嘛！你一回来，爸爸连饭都吃不下。季潇潇，别太嚣张，这些项目你还没拿到手呢，到时候万一鸡飞蛋打了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齐兰姐，你已经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。听说你又亏了几十万啊！与其每次回家管爸爸要钱，不如想想办法，别让2个公司都败在你手里。曲潇潇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个黄毛丫头有多大的能耐，到时候我看项目你要是拿不到，你找谁哭去？喂，莹莹啊。啊，我刚才没听到。我这边同学聚会呢，还得等一会儿才回去。那行吧，那你跟你们同学玩吧，别管我了，让我自己难过吧。那我尽快啊。拜拜。没守关在这里。张姐，我刚才打了个电话。来，喝酒，来。师妹，来陪师兄喝一个。我
喝酒。现在工作哪不喝酒啊？来，再说不会喝可以学嘛。来，师兄先干为敬啊。少喝一点，我真不太会喝酒。哎，师哥你少喝点啊。哎，好好喝着啊。师兄，我真是不是特别能喝。小关他酒精过敏，他不能喝酒，我替他喝了。哟，小林，你这是英雄救美啊！来，哥几个，拿好后面去。他确实是不能喝酒。喂，小秋野，万姐你在哪儿啊？我被公司开除了，早点回来吧。那怎么办呢？关关呢？我给小关打电话了，他说还有同学聚会，你要早点回来的话，咱俩一块出去吃饭去。你就别等我了啊！我刚从公司出来，还要去看房子呢。你自己一个人乖乖的吃饭好吗？我会尽快回去的啊，拜拜。你现在已经又失业，又失业，没钱，没男朋友，连个吃饭陪的人都没有，这活得也太失败了，太失败了。说好陪你一辈子，说好陪我一辈子呢，骗人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接到你的电话不放心，赶最快的一班车过来了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啊？我把工作弄丢了，我没钱交房子，我也没钱交物业了，我也没钱出去吃饭了，你带我回家吧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姨呀，爸爸也没吃饭啊，家里有面粉吗？爸爸给你做烙饼。啊，有那儿呢。好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喝太多了。林师兄啊，刚才谢谢你为我挡酒。这有什么的？小姑娘不会喝酒很正常。他们说等会儿想去唱歌，你去吗？我就不去了吧，这么晚了我就回家了。这么早就回去啊？果然是个好姑娘。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呀？我当然是在夸你了，我怎么会损你呢？你看现在的女孩子个性都太强了，要么就是女汉子，要么就是公主病的，还是你这样的好，乖乖巧巧的，一点也不麻烦。
哦，我刚买了车，就在前面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打个车就行了。你跟他们去唱歌吧。那好吧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你到家了告诉我一声。好，那你也别开车了，喝酒就别开车，找个代驾。谢谢师妹。拜拜，师兄。拜拜。哎，小林啊，咱们赶紧赶下一场唱歌去啊！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爸把所有的面都给你扒了，吃多少都管够。可是吃一顿有什么用啊？等了以后，我又要挨饿。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，租房要钱，物业也要钱。我不想在上海待了。林呀，爸爸是咱们家第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，你又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大城市的，一定不能退步啊！你一定要在上海坚持住。我不想在上海待了嘛，我们同学都回老家了，他们回去以后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还有家里人照顾，我一个人在上海，我多可怜呀！而且他们都欺负我。你呀，你不能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，那留在家里的都是没出息。难道你想和爸爸妈妈一样啊？就在那么一个小县城里，一辈子没出过国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就这么过一辈子？那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那往高处走，那就得进城去大地方。欢欢，回来了，我爸来了。哎，叔叔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没吃东西吧？来来来，吃点饼，吃点饼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们聊吧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好好。你呀，记住，工作没了不要紧，啊，暂时没有工资也不要紧，但是一定不能回家。爸爸妈妈就是再穷再苦，也要供着你啊。爸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书啊。爸跟你说，人生都有遇见挫折的时候，这时候就是要努力学习，好好提升自己，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得住。爸，你就真的不准我回家啊？傻孩子，怎么还惦记着回家呢？这儿有3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爸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留在上海。一时找不到工作不要紧，啊，钱要是不够花，给家里打电话。爸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能供得起。爸给你买的这几本书，你回去以后好好看看。爸跟你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现在不过是一点一点小挫折，千万不能丧失信心，明白了？啊，车来了。爸给你烙了几张饼在冰箱里啊。爸，你注意安全啊。还有几个菜也在冰箱里头啊。爸给你留了个条，你照着那个条热着就行啊。早晨8点，40度温水一杯。也有方法，失败一定有原因。让我们一起对成功大声地喊出 ：Yes，Yes！ 成功到底
秘诀。有，成功就像你们每一个人脚下的阶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踏着这个成功的阶梯，不断的向上攀升。那么，我想请问，你们到底想不想获得成功 ？Yes。到底有个比尔盖茨，比尔盖茨获得世界成功。一定有原因。对了，对了，大家举起你们的他来导致失败，要有自己的梦想。一起。比尔盖茨就是这么成功的。真的喊出 Yes Yes。安迪，你怎么进来的呀？啊，那个，我看门没有关。啊，你一个人啊？嗯，不是说你爸爸来了？我爸已经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哎，这些书还有那个盘，全是我爸给我买的，都是我鼓励我学习上进的。你看，这本书《做最好的自己》，我没看之前我真的什么都不懂，看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干劲特别大。不是前段时间刚揭穿了一个假博士吗？这个书逻辑是不通的。比如说，你像这个故事，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，为了追债，跑遍了整个中国，然后债务人外逃，他跟了追到国外去，一次家都没有回，然后意外的在国外发现商机，转身一变成为一代侨领。首先啊，如果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一个农民，他要是出国，他是不是应该回家办护照、办签证？其次，外国人也没那么傻，遍地是黄金的故事不要相信。你别不信，我上网查了，真的有这个人。不信我再查给你看。我知道会有这种人，但是这种故事3分真7分假，他才能够骗你这样的人。小秋，我倒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叫成功吗？非得要这样的成功，人生才够完美吗？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你有房有车，功成名就，当然可以责问成功。但是我不行，我现在就需要成功。可是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不是好书，你真的不应该看。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能成功的话，按照人类大范畴来说，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。你只能靠这些书来自己欺骗自己，说我会成功吗？安迪，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？我知道你比我聪明，你留过学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有分辨能力，我知道我自己能看什么书。我求你别管我，也别替我操心了，行吗？Sorry， 我看烧什么水？我没说完呢，安迪，你等会儿我，你别跟我 sorry， 我还没说完呢，那是我爸给我买的书。我知道你能看得见我，出来！我还没说完呢，你不能这么不尊重人啊！安迪，出来是吧？好，等着。看手机。手机，我给你发短信了。安迪，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。为毛你一定让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？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。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，而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。凭什么认为你说的一定正确？人的情感需要外界刺激来调节，逻辑并不能解决，而非外界所谓的逻辑、所谓的理智来调节。适合你假未必适合我，理直皮栓态度让我很。如果理智和逻辑就是你宁愿选择不理智、不逻辑，这并不影响我的态度。你的态度让我很反感。理智和逻辑，我宁愿选择不理智、不逻辑，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。不与傻瓜论短长。不理我，行，你逼我的。就留个学嘛，
海归嘛，什么了不起？那你也不能看不起人吧？反正我在门口坐着等你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出来！反正我在这儿坐着，我不信你不出来。番茄，会倒，会倒，会倒。你怎么了？累。你买这么多大蒜干什么呀？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？那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呀。僵什么尸啊？人事部同事送的，说今年送礼就送算你狠。你坐外面干什么呢？你一说这个，我就生气了。我爸不是来了吗？给我买了好多本书，讲的都是成功人士的经验，他让我好好学习，好在上海立足。我那正学着呢，我正有干劲的时候，安迪进来了。安迪进来以后就给他介绍这些书，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些都是坏书，都是没逻辑，把我讽刺一顿以后他就跑了。好了，我追啊，结果他进屋了。安迪说的对，知道吗？你那些书可能真的是不符合逻辑，知道吗，宝贝儿？安迪也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看好书，所以你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的，番茄我没多想。可是他一直说我那书没逻辑，他都不想想，这书是我爸给我买的。我爸当然知道现在我适合看什么书了，而且我现在属于低潮期，我就应该看这种书，我觉得就挺好的。他怎么能说没逻辑呢？我知道，他就是嫌我跟我爸没能力呗，让他直接说就行了。他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呀？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我又失恋我又失业的，所以他看不起我？小秋妍，帮姐个忙吧。行，让姐睡半个小时。我帮你。反正半个小时以后我再梳。做个有出息的女孩，女孩应该懂得的道理。爱迪生说：“知识仅次于美德，它可以使人真正地、实实在在地胜过他人。”莹莹，就你一个人，叔叔呢？我爸回家了，樊姐刚回来，说特别困，衣服都没换就睡觉。樊姐，你卸妆了吗？你就睡觉。哎，我真没卸妆啊！哎呀，我没卸妆呢。啊，乖乖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皮肤的救命恩人。小秋妍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呀？你说着说着，我都快睡着了。没关系，就是安妮她看不起我，以后我离她远点就是。安妮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连我这样的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。我爸说过，这人的秉性是一贯的，他不可能看不起你的。哎，莹莹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要不我明天问问他，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关关，你不能每天搭安迪的顺风车，你就这样偏着他吧。莹莹，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能理解，但你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吧？我怎么冤枉他了？你跟我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？刚才你都没看见，安迪冲我指手画脚的。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书，他非说我爸爸给我买的书什么都是坏书、不好的书。关关，我知道我没安迪聪明，我也没有他有钱，所以你们都向着他是吗？莹莹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不相信安迪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愿意你这么说我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，都是姐妹。小秋妍，姐姐喜欢你，但是我对安迪的人品也是很有信心的。咱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利益冲突，对不对？女孩子在一起发生口角是在所难免的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好不好？可是安迪他伤我自尊了。对，没错。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，这是他的不对，我一定会批评他的，但不是现在，太晚了，明天好吗？樊姐，可是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大蒜头什么僵尸是什么东西啊？植物大战僵尸都已经初2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好玩吗？好玩，都玩到第5关了啊！真的啊？那你愿意教我吗？我带你去看，你可以拿那个倭瓜做的那个僵尸。我玩到第5关了，第5关我过不去了。
起晚了，直接去车库等你。OK， 我知道了，一会儿我们车库见。安迪姐，起晚了。嗯，因为邱莹莹吧。昨天我看她在看成功学的书，说了这几句，她好像很不高兴。安迪姐，我知道你是为莹莹好，可莹莹她不是有意的。其实我说她，也是希望能够帮她。对了，曲潇潇呢？我感觉好多天都没见到她。小曲忙着赚钱呢，你别看她平时吊儿郎当的，其实聪明得很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心里清清楚楚的。是呀，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我感觉她什么都懂。上次樊姐被白渣男陷害，我和莹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可她就能找到门路。安迪姐，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从小到大乖乖听话听错了？怎么，你也想变成小曲那样啊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就觉得在学校学的那么多东西，真出了社会遇到点事儿，还不如曲潇潇随便打个电话找个朋友有用呢。话不是这么说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。小曲的歪点子多，那也只有他的这种性格才做得到。你只要踏踏实实做事，自然会有人欣赏你的。其实人生的路很长，未来你就知道了，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，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。Congratulations. Congratulations. Xiao, do you know why we choose you? No. Actually, we're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you have told us. And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you. And I believe you will be successful. Thank you and good luck. Thank you. Just give me some time. I'm sure I will supply you in a good way. Yeah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徐总，我是许潇潇，正式跟您汇报一下，我已经正式和 GI 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，刚把史密斯先生一行人送走。随着他们的离境，GI 项目将正式翻开新的篇章。哎，我的好女儿啊，爸爸已经知道了，祝贺你。还有啊，这段时间接待的太辛苦，我可能需要稍事休息。不过从下个星期开始，我将正式投入到 GI 项目。好。哎呀，女儿啊，嘿，你第一次担当就能拿下这么大的项目，爸爸真没想到，你这么有出息。爸爸高兴都不知道干什么好了，你这拿下来了，来这个嘛！爸爸，我不跟你客气啊，表扬最好落实到奖金上，打算给多少？这样，潇潇，咱换辆车行不行？200万以内的，你随便挑。我那金龟子开得挺好，不打算换了。你把买车钱折现给我，我现在严重缺乏资金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潇潇啊，爸爸再去给你订一桌你最爱吃的鲍鱼。晚上跟你妈吃个饭。晚上我才不跟你们吃饭呢，我要答谢恩公。
这次能一举拿下万丰代表，全靠他帮了忙。不，你等等，恩公就是那天打电话指点你的那位高人？请出来一起吃饭。哎，小小，要不请你那位恩公一起吃个饭吧？我们全家人来感谢他。才不呢，人家是大美女，不能让你看见。好，那你忙，你忙，小小，我和你妈随时等候接见。行了，挂了，拜拜。好，就这样。可是怎么就这样？你还没问清楚恩公是谁，你怎么就把电话给放了？恩公，我看你那点小心思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担心咱女儿一时心动，对人家以身相许，是不是？放心吧，女的，听说还是个大美女。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我姓许，是安迪的朋友，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好。小王，这里有位姓曲的小姐，说是安迪的朋友。好的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脚崴了。你伤到哪了？好痛啊！来，你快帮他扶起你怎么跑来找我呀？到那边去。我刚去验完，第一件事情过来找你庆祝吧。伤到哪只脚？完了，我觉得我以后肯定是瘸了。要不要去医院呀？小王，送曲小姐去医院，拍个 X 光什么的看一看。好。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乐极生悲了。小心点。Andy，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今天月初要开例会，各部门等着汇报。我开完会再去找你。小王是本地人，没事的。可是我受重伤，需要亲人。要不你把你爸妈电话给我，我给他们打电话。千万别给我父母打电话，否则他们以为我又闯祸了。臭Andy，人家签完合同第一个拐杖，现在受了重伤，你都不陪我去医院，我真可怜。行了，你别演了。你乖，你先跟小王去医院。我开完会呢，去医院接你，然后一起带你回家。等到你病好了之后，我请你吃大餐 ，OK？ 连我一个大活人还比不上你开会，你真冷血。马伟啊，你还想让我走路呢？帮我！你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！OK。等等。怎么办啊，Andy？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牛了，这么顺利就能拿下项目，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儿，你说我父母怎么多生几个呢？安迪，谭总问你要不要先暂停会议啊？不用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对你父母太亏了，应该生一打。行了，快走吧。你待会儿记得过来找我呀。谢谢大家。39号，黄岩。哎，娇姐，你跟我们安总是朋友吧？怎么，想打听我跟你们安总的关系啊？没这意思，就随便问问。想打听就打听呗，紧张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们安总啊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哦。我问你啊，那最近是不是总是戴着个蓝牙耳机，时不时冒出几句奇怪的话呢？哎，对啊，
之前我们都觉得很奇怪，安总其实工作起来特别专心，好像也没见过他这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他那是在跟我说话，帮我忙呢。你说说，他对我这么好，为了帮我连工作都顾不上了，这能是普通的关系吗？我说难怪呢，肖小姐。我帮你倒杯水去吧，肖小姐。好，谢谢啊。行，这部分我觉得没有问题，那就先这样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散会。艾米，通知一下项目部，15分钟之后和谭总跟他汇报。好的。Andy，刚才那是谁啊？不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邻居，一个特别能闹腾的邻居。他叫许潇潇，今天他签那个合同，非常高兴，来找我庆祝。谁知道乐极生悲，一进门就崴了脚，所以我让小王送他去医院了。那是挺逗的。可是人家在你的地头上受了伤，你就把人家丢下不管，这合适吗？要是别人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曲潇潇不用担心。你没见过他，古灵精怪的，只有他欺负别人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别人欺负他的时候。而且他也不会小肚鸡肠啊。我跟他说了，我一开完会就去医院接他。不错，是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？有朋友了呀，不像你在美国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朋友？你指曲潇潇？对啊，了解他，关心他，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，即便是性格不同，也能发现他的优点，这不是朋友是什么？你呀，就是以前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，不让别人发现你的好，那别人怎么可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呢？要我说呀，你就应该住在欢乐颂那个地方，多认识认识一些人，才会发现这生活除了工作以外，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。都1个小时了，还好只是扭到脚，要真生什么病啊，谁等了那么久啊？哪是看病啊，简直就是要命嘛！肖姐，专家门诊一般都这样。再说了，宫月梅就是断手断腿的，也不至于挂急诊吧？你说什么呢？说我呢？46号，46号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小姐，到我们了，我扶你过去吧。我脚痛，走不动。那你拿着，我抱你吧。